保羅站在耶路撒冷那處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央，目光從每一位領袖的臉上掃過，那種堅定與坦然讓周圍的空氣仿佛凝固。他緩緩開口，聲音在空曠的殿堂內回盪：諸位，我這一生憑着問心無愧的良心行事，直到今日。這句話如同火星，瞬間點燃了那位最高負責人的怒火。他根本無意聆聽保羅的辯解，徑直吩咐守衛打他的嘴。劇烈的疼痛伴隨着羞辱，但保羅並沒有退縮，他那雙憤怒卻清澈的眼睛死死盯着對方，針鋒相對地喝道：你這粉飾的牆，神將要擊打你了！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審問我，你竟違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嗎？周圍的人大驚失色，衝着保羅嚷道：他竟敢辱罵領袖！保羅這才得知對方的身份，他立即從容回應：我沒意識到他是最高負責人，經上記着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。保羅敏銳地意識到，在場的人並非鐵板一塊，他憑着過人的智慧捕捉到席間不同派系之間的深刻矛盾。他猛地大聲喊道：諸位，我是這一派的子孫，我今天受審是因為我堅信人死後必有復活的指望。這句話立刻引發了現場的地震，一派人否認復活、天使與靈，而另一派卻樣樣都承認。雙方瞬間陷入了激烈的爭執，場面幾乎失控，甚至有对方派系的學者站起來，反倒為保羅辯護。我們在這人身上看不出什麼惡來，說不定真有靈或天使對他說過話。紛爭演變成了一場混亂的群毆，負責的指揮官唯恐保羅在混戰中被撕成碎片，不得不下令兵丁強行將他從人群中搶出來，重新帶回營樓。那一夜，耶路撒冷的夜色籠罩在營樓，在寂靜中，一股無形的力量站在保羅身邊，輕輕對他說：你當壯膽，你怎樣在耶路撒冷鄭重地為我做了見證，也必照樣在羅馬為我做見證。然而邪惡的陰影也在前滋暗長，天一亮，40多個激進分子便結黨同謀，他們發下毒誓，若不除掉保羅就絕不吃喝。他們計劃誘騙指揮官將保羅帶出，以便在途中埋伏。這一切被保羅年輕的外甥無意中探知，他冒死潛入營樓，將埋伏的消息傳達給保羅。指揮官聽罷，神色嚴峻，決定今夜將保羅秘密轉送。他抽調了200步兵、70馬兵、200長槍手組成精銳護衛隊，並親自撰寫呈給當地總督的文書。夜幕降臨，馬蹄聲碎，保羅在精銳部隊的簇擁下悄然離開了充滿敵意的耶路撒冷。他們星夜兼程，先抵安提帕底，次日直達該撒利亞。總督腓力斯閱讀了文書，在得知保羅是基利家人後，下令將他看守在希律的王府裡，等待告發者從耶路撒冷前來。一場關於信仰、公義與羅馬律法的較量，正在該撒利亞的陽光下重新拉開序幕。